就在1个多月前，索尼就公布了 PS5 Pro 的预告短片并宣布于11月7日正式发售虽然这个价格嘛估计是会劝退不少人就是了。但对于那些想要抢先体验一些独占型的游戏大作同时又想要尽可能可以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表现，那么 PS5 Pro 又的确是最好的选择，并且没有之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暂定于明年2025年秋季发售的 GTA 6。首发平台只有 PS5 系列以及 Xbox Series S 和 S 独占 ，PC 玩家最快也要等到2026年末，甚至是2027年才能玩到。于是，想要尽可能最快的感受到 GTA 6的游戏魅力，那么 PS5 Pro 很有可能是那时候性能最好的主机，且没有之一了。于是我就很好奇 PS5 Pro 究竟能带来怎么样的游戏性能体验它真的能跑动 GTA 6的 4K 画质表现吗？这期视频我就用了一招另类的形式来模拟 PS5 Pro 的游戏性能体验。对于 PS5 Pro 的性能感兴趣的朋友，说不定这期节目会给你带来不错的参考价值。那么马上进入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我这次其实并不是体验到了 PS5 Pro 的实际机器表现，而是组装了一台近似 PS5 Pro 的硬件规格主机，来模拟它能带来什么样的游戏体验。至于是怎样的模拟法，这一部分我还是等到硬件介绍完毕后再和各位细说。第一步还是先了解 PS5 Pro 的实际硬件规格，然后组装一台规格近似甚至是一样的电脑硬件。从目前我们所得知的信息 ，PS5 Pro 依旧采用了 AMD Zen 2架构的8核心处理器，只是最高频率提升到了10%，来到了 3.85G。而目前最贴近的零售 CPU 自然就是 AMD Ryzen 7 3700S 了。主板为了尽可能贴近主机形态的体积，而采用的也是 ITX 主板，搭配的是正片来自微星的 V550i Max WiFi。机体内存部分 ，PS5 Pro 保留了和 PS5 相同的16GB 容量，这边我就用了一套8GB×2的 DDR4 376套条 ，SSD 是2TB PCIe 4.0×4，机箱考虑到我所选择的显卡本身体积还是蛮大的，确实无法做到和 PS5 Pro 相同的体积。而目前在我手上体积较小、质量也还不错的 ITX 机箱，也就只有这一颗奋星工艺 Fertilion 在的 Terra A4 机箱了。也因为采用了这一款机箱，散热器则是用上了9座风神的 AN600下压式散热器，最后总算是来到了核心的硬件显卡了。关于 PS5 Pro 的显示规格，索尼是透露了2个至关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相较于 PS5 整体性能提升了45%。然后就是浮点运算性能来到了 16.7 TFLOPS， 而原版 PS5 的显示规格基本就是同等于 RDNA 2的 RS6700，于是我们来到了 Tech Power Up 网站来查看 RS6700的硬件规格。而在性能对比栏目这里，我们是看到了 RS6800 的性能是 RS6700的144%，对上了 PS5 Pro 对比 PS5 性能提升了45%。接着我们查看了 RS6800 的硬件规格，可以看到它的浮点性能是在 16.17 TFLOPS，也很接近官方给出的 16.7 TFLOPS，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测PS5 Pro 的显示规格基本同等于 RS6800，只是因为采用了不同的显存技术，实际的性能会有略微的差异，但基本是十分接近的了。只是这时候就有另一个难题了。同等性能的显卡是找到了，但我手上并没有 RS6800问了周围的朋友，基本也只有 RS6800 ST，这就有点头疼了当然最终还是难不倒我既然没办法搞到 RS6800，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替代品还真有，那就是 RS7700 ST。在 Tech Power Up 的数据库里它的性能相比起 RS6700 提升了42%，但因为架构不同，官方给出的浮点运算性能并不能同为对比。但在不少人的测试里 ，RS7700 ST 和 RS6800 在最终的游戏性能表现都是相互有胜负的基本上能说这2张卡的性能算是同一水平的。那就巧了，我刚好有这张来自 Power Color 的 RS7700 ST 地狱选这下总算是搞定好了模拟 PS5 Pro 的所有硬件了，马上进入到实测环节中。不过这一次的实测稍微有点不同，我并不是采用与常规测试 PC 性能时在 Windows 系统下进行，而是选择了一个类 Steam Deck 的操作系统尽可能在操作体验上也更接近游戏主机一些。而我选择了奇美拉 Chimera OS，这是一款以 Steam Deck OS 为蓝本，是基于 Linux 系统开发的操作系统。
简单来说，就是将 Steam Deck 的掌机操作系统安装在常规的 S86 PC 上进行使用优点和意义呢，自然就是我能够完全舍弃键鼠，仅依靠手柄就能够完整操作整个系统非常适合作为一台客厅主机来使用这就和目前的游戏主机非常接近了当然，按照惯例，还是要在这里做出声明由于测试的 Chimera OS 是基于 Linux 开发的系统部分游戏确实是存在兼容以及转译的性能损耗，而这一次主要是抢先体验一下 PS5 Pro 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性能，而这个性能对于目前的主流游戏主机又有个怎么样的一个体验当然，最终的性能体验因为不同的操作系统或多或少还是会存在差异与变量因此最终的测试结果仅供参考。那么先来看看 GTA 6的上一代作品 GTA 5分辨率选择 3840x2160画质则是开到最高的设置对于一款已经推出超过10年的游戏哪怕不是使用 FSR 超采样技术，想要满足 4K 60帧自然还是轻轻松松的，而且显卡的占用依然还是吃不满。然后我们来看看同为 Arcing 的大作《荒野大镖客2：救赎》同样是 3840x2160分辨率，画质依然是最高画质设定同时开启 FSR 2质量档。这时候显卡占用已经是吃满的状态帧数则是维持在平均55帧左右虽然无法稳定常驻60帧，但考虑到这是最高画质表现，还算是可以接受的。看完了Arcing自家的游戏表现，来看看其他游戏的表现如何吧。先来看看赛博朋克2077，在保持 3840x2160分辨率下，想要有更流畅的游戏体验画质只能保持在高画质预设，并且开启 FSR 3质量档。这时候帧数表现勉强能跑到55帧左右勉强还算是能接受吧。最后就是今年热度最高的黑神话悟空一样是保持在 3840x2160分辨率画质设定则是在高画质预设基础下，将贴图、特效和全息光照改为中画质，超分辨率则是 TSR 平衡档，在进行大正残区对照的时候，能够达到平均56到58帧左右的帧数表现，整体体验还算不错。虽然利用 Chimera OS 来模拟 PS5 Pro 的游戏体验确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变量影响不过从这几款游戏的体验来看，PS5 Pro 所谓的 4K 60帧高画质体验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必须搭配超分辨率技术的比如 FSR、TSR 又或是索尼与 AMD 共同开发的 PSR 技术。而从最终的体验结果来看 ，PS5 Pro 在游戏画质上的体验自然是比不过同价位的 PC。但就如我节目开头提到的如果你想要第一时间体验像是 GTA 6最终幻想系列这种主机短暂独占首发的游戏，那么 PS5 Pro 的画质体验对比 PS5 自然是有非常大的提升特别是想要以 4K 60帧流畅游玩的同时，又想要有还不错的画面表现目前的 PS5 和 Xbox Series S 的均不太可能做得到，这也是 PS5 Pro 本身最大的价值与优势了。只不过如果你问我目前 PS5 Pro 的售价，我是真的下不了手因此它的受众肯定是那些更在乎整体体验，又有一定经济水平和消费能力同时部分的独占游戏有着强烈想要第一时间体验的执着。那确实 PS5 Pro 也的确是目前他们最理想的选择除非短期内微软也会推出 Xbox Series S Pro，但我觉得是不太可能。而在我模拟完 PS5 Pro 的大致性能水平后，也会告诉我自己我还是乖乖玩回我的 PC 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个赞，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影片再见。